好的。几个酒了？大家都是去点花的，给火龙果点花。用手轻轻的弄这个花粉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这样，一般像我们多的时候啊，都是晚上10点钟左右到1、2点钟才回去。小几年好，小几年。像夜里的萤火虫穿梭丛中，果农们得赶在苍穹微光前，让绽放了一夜的火龙果花人工授粉，化馨香为深秋的果实。它这个特性就是晚上9点钟开花，到早上9点钟谢花。你必须要在早上8点、7点以前把这花粉授掉。6月开始是，一直到10月份，每个月都是这样，每一批花刺都要授粉的。这是贵州罗店最与众不同的一道仲夏夜风景，也是果农汤元慧一家得以团圆的重新起点。历时19年完工启用的龙滩水电站，是继长江三峡后最大的水电站工程，肩负着大陆华南地区的工业民生用电，将近50%的电力全都输送至广东。水电站续学启用前，黔桂2省共搬迁了34000多人，其中不少黔南布依族。而今河岸一隅，随着火龙果的引进，变成了另一种景致。上来的时候，要走很远的，还要走这个10多分钟。这就是火龙果啊，台湾有多哎，我们那个品种从台湾引进过来的。火龙果并非贵州原生种，这种从台湾引进的热带水果，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内成为罗店的经济支柱？又为什么会牵动许多农民工家庭生计与命运呢？罗店县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方，在气候上夏不燥热，冬不酷寒，拥有天然温室美名。但在地质上，全县85%面积属于喀斯特地形，山势峻岭，地无3里平，零碎的耕地与石墨化的威胁，让农业发展多所不易。我们罗店呢，它属于喀斯特石墨化地区，我们这个平地少，山地多，不适应的就是规模种植。受限于地形，再加上农作产值低，使农民家庭陷入越种越贫的恶性循环。如何找到适合这种地貌的经济作物，成为脱贫的首要。罗店的那个有个
很特殊的气候，就是那冬春干燥。冬春干燥呢，恰巧的这个气候呢，合适这个火龙果的生长。这种大个的卖了好几钱斤的？哦，你要把它那个小个这种呢？小个的那种呢，就是以18块那种，10块钱，10块钱一斤。一亩打算的1000斤，是不是？产量1000斤，那你种这个火龙果下来，就是一亩收入几千块钱。几千块钱的话，那比种那个薏米啊一些要强得多。2006年从台湾吸取经验，试种成功后，便开始下乡推广。政府免费提供火龙果种苗，亲自技术指导。辗转7年来，历经过失败与改良，最终也才找到最合切的种植法。第一年是1800亩，1800亩。当时种植的时候呢，就是以木桩为主。但是过后发现这个木桩呢容易烂掉，最后呢到08年实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改变成为水泥桩，但是呢那个架盘呢是轮胎。最后的发现这个橡胶架盘呢，那个支撑的那个钢筋也爱锈掉。到09年过后啊，就全部整成那个水泥架盘。现在罗店超过12个乡镇都以发展火龙果为主，喀斯特地形依然矗立在罗店。石墨化危机也尚未解除，但高价值的农作让农民收入已不可同日语。平常都会带小朋友一起来，哎，一起下田工作。哎，是啊，他喜欢跑啊。下面这一片是我的，就2、3亩地。在这里玩。来这里干活，他都在棚子里面玩的。每天下农地，2岁的小儿子汤家荣就会在这个简易棚里，时而玩耍，时而居高临下的望着父母耕作。汤元惠就是第一批试种火龙果的创业先锋，过去也跟所有农民工一样，外出广东打工，闯荡了12年。一个人在外孤军奋斗不说，却半点钱也没有攒到。哎，来了。 2008年广东金融风暴之际，他心一横，孑然一身返乡，贷了款，把赌注全押给了火龙果。 2亩多，发展到10多亩了，一家人。他多大呀？2岁半。已经是脱贫了。你问他，他这个火龙果他是很尝到甜头的。第一家尝到甜头的就是他，然后群众啊，这个村的老百姓就跟着种起来了，是这样。第2年突然到我们办里面去申请要这个火龙果桩来自己种了。你看这一轮就是枝条啊，也是多了一点，但是你这个火龙果，当时呢，要是你疏一朵花就好了，这样火龙果就会大，品质就会好啊哈。这你挨得太近了，这有问题。这个枝条太多了，这个枝条最低希望有60多根枝条。 里面呢？你看枝条多了，里面的开花吗？里面我怕不开花了。不开。
不开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还是你下次你放附枝条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，慢慢的让它有意的让它这样摆起来，摆挤一点都没关系，这样它枝条都是在一个平面上，都受到阳光的照射。你这个梳一掉了，梳一个了，没用了，上面这个，对，哎对。用火龙果花可是，这个啊，它挨得太近了，为了保证这个的质量，我就把这个梳掉了。从对火龙果完全外行到如今小有斩获，最令两夫妻欣慰的，并非自己独具慧眼、事业有成，能陪着2岁的儿子一天天长大，才是种火龙果后所带来的最大喜乐。你看到好了，然后嘛，然后嘛，耶，起来，傻瓜，起来嘛，这种脚下给钱的，傻的。两人其实还有个8岁大的女儿，但广漂打工时没能将女儿带在身边，冷落在老家。现在女儿的疏离，相较于小儿子的黏腻，有着天壤之别。这种个好呢，走，等会更肉了。这是我叔娘，这是我小叔娘，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我们打火的，就是我老四，是弟媳打火的在这里。这是舅妈，一家人在做哎，全是一家人。这是小叔的小孩。爷，你还有这样的普通话都一起吗？打拼就是了。是的，全部的，我们全部是在一起的。那你们在这儿，这是住的地方？这是住的地方。共同啊。平常都住这？是的，我们就在这里住的。电视是按那个太阳能，太阳能按电，水是从山里面引过来的。这样住了多少人啊？都一般都正常的情况下有10多20个人，这个全部都是，就是都集中在这里吃饭。在这边弄火龙果的时候，弄火龙果，还有搞那个小香蕉，还有搞那个安娜香，每个兄弟都有100多亩、200亩的。罗世欢全家族就是龙滩水电站的布衣搬迁户，迁到罗店县城后，有的发展好，有的受限。几年前也耳闻了罗店火龙果名气越发响亮，兄弟携手再度返乡上山打拼。在2010年以前是荒山野岭，没人来搞开发。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呢，我带兄弟又带老表，又带一个，全部把它搞起来了。走有点烟哎，辛苦了很了，这个我切的半夜豆腐辛苦了哟。虽然起步比汤圆会晚，3年前才开始起种，但用心的呵护栽培，除草减枝，肥料也使用天然的有机肥，让火龙果创业之路顺利开展，红红火火。像我们施的是农家肥，全部要放这个农家肥，放这个肥料，放这个是农家肥，羊粪啊，还有那个牛粪之类的。现在人吃东西节得很，城市里面。那你农家肥哪来呢？因为河边这边啊，都是种那个山羊啊，到喂那个喂那个黑山羊啊，用了羊粪过来啊。这个会劲多哟。我们说那个验上一样，我说没道理。除了全程天然养护，家族兄弟间分工管理，各司其职，建立生产、培育、行销的营运模式，这也是其他农户望尘莫及的成功原因。工作多，工作一个2、3千，我一次卖了10多万，我工作哪一年了才能得那10多万呢？还有那兄弟呢，
大家在互相帮助，把亲情啊，把兄弟的感情啊搞好了起来了。我是帮他们卖嘛，他们在这里帮我管理嘛，没有他们我也做不成，没有他们我就没有火龙果，没有我他们就卖不出去，我分工不一样嘛。来，郭阿姨，姓郭是吧？你再吃一个。这么有信心啊？好吃啊，真的。自己吃。那年那你对自己的东西打几分啊100分， 100分。太好吃了。兄弟叔嫂、婆媳妯娌，一大家子全住在一起，3代同堂，生活好不热闹。平常鲜少外人造访，小娃儿看到陌生人来，显得有点生涩，不适应。这里可以住几个人？这里2、4、6、8，可以坐8个人、9个人。那边有个棚子可以坐，也可以坐7、8个人。一张床就睡2个嘛，船上也可以，船上睡3个，一个船可以睡3个、2个，集体睡嘛。在坡上呢，随意了。就把表放下来，给他们找的。老个。会吵架吗？不会，不用吵架。不高兴的不说话就可以了，不用吵架了，过2天又好了。3餐妯娌们一起共同打点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山上的农家生活自得其乐。这是我家。几代人住在这里？我家4代人住这里，的老房子。种这个火龙果之后呢，虽然是现在这个住房还没有改变，但是生活条件是改变了。冰箱啊，电视机啊，什么摩托车啊，很多那东西都是后面的添购了。汤元惠22岁就离家打工，一直到34岁才返乡种火龙果。当时大女儿汤常已经出生，迫于无奈，只能将她留给父母照顾。哦，抓到了！这个小孩非常黏我的，只要摩托车一叫就要跟着跑。老仔，坐摩托车。给他坐摩托车了，不管狗了，坐摩托车去了，快点。谁拉的？上车。跑都跑不动。上。好，拿去。阿拉不在呀。好，下车。去兜个风他就开心了。都跟着你去哪里呢？
就路上板根啊，反正你摩托车去哪里它是去哪里，摩托车一叫它就跟着爬上来了。如果我爸爸不等他就滚在地上哭嘞。快让！妈妈，别过来看热闹，就赶紧起来，快起来！还在地上滚来滚去的。拉起你！姐姐拉你。妈妈来啦！他为什么哭啊？我爸爸要骑车走啦。小儿子是返乡创业后才出生的，没能陪伴女儿一路成长的遗憾，夫妻俩全都加倍给了智子。起来，起来，不捡起，不捡起，起来，好了，好了。有请我要打。虽然汤常灵巧懂事，父母这几年也努力地弥补对汤常冷落的抱歉，但隐约间总埋着一份疏离与隔阂。身为母亲，体会最深。我女儿还没岁那时候，还没有1岁，才8个多月吧，好像8个多月。我们06年时候出去，那时候嘛也是没有办法的，没有人想这样子嘛，家里面因为没有钱嘛，想要出去挣一点钱来还债。毕竟背那么多的债嘛。后来回来的时候嘛，我女儿也不怎么黏我，不怎么靠近我。到现在吗？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很疏远。生命里难免有许多莫可奈何的时刻，没有不谢的花，也没有只起不落的人生。幸好一切还来得及补救，重拾回一家人简单团聚的幸福生活，陪着孩子一起长大，也陪着父母渐渐变老。或许这才是人生最富有的丰收。香碗，快上。